今天要从京都搭电车到奈良卫路。小时候看日本漫画里的高中毕业旅行都会有奈良的行程，所以对这个地方一直有个莫名的憧憬呢。车站前有个大僧正，行基和尚雕像。先到车站旁边的商店街买奈良的名产柿子叶寿司，以柿子树的叶子包裹鲑鱼或青鱼制成的寿司，是早年冷藏技术不发达时诞生的乡土料理。买了基本款青鱼口味，好不好吃很看人，但我们家很爱就是买好点心往东大寺前进，路上会先经过奈良公园，这里秋天时也有不少美美的枫红哦。来奈良最期待的就是跟小鹿的近距离互动了。公园到处都有卖鹿仙贝的小贩，手上只要有鹿仙贝，小鹿们就会围过来。鹿仙贝建议不要整片给，他们会一下子就吃光。会点头示意，很可爱呢。另外也有攻击性比较强的鹿，会咬人衣服，甚至还有会撞人的，如果有带小朋友的要多注意一下哟。一下子就吃完了，我们再买一包吧。鹿仙贝200日元一包。孩子跟我点。奈良这边有超多小鹿的，绝大部分都很友善，带小朋友来会玩得很开心。鹿喂得开心了，我们继续往今天的重点之一东大寺前进。Drifting far away, light is leaving town. Colors fade, but I'm thinking we stay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往东大寺的路上依然到处是小路。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way. It'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Summer nights, watch them go by as we fight off the cold. Holding you tight, you know just what I'm thinking. I don't want this moment to go. No, I don't want this moment to go. Let's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longer while I hold your time. We'll wait, so just rest your head upon my shoulder. Nothing in our way. It's colder, but the day's not over yet.
到东大寺参观大佛需要购买门票，每人600日元。东大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古都奈良文化财的一部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这个大佛殿是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哟，实际走近后真的会感到非常震撼哦。原来木造建筑也可以做得这么巨大。超大的主佛是毗卢遮那佛，意思是普照智慧和慈悲的光明佛。大佛左护法如意轮观音，右边的是虚空藏菩萨。跟大佛不同的是，左右护法是木质的佛像。东大寺里面为了放下这些超大尺寸的佛像，天花板做得超级高，空间感十足，越看越觉得震撼。右后方有4大天王之一的广目天王，一旁还有关于东大寺的解说。旁边有历代东大寺的等比缩小模型，这是第1代，因为战乱、失火等各种因素导致损毁而重建，以致现在看到的是第3代东大寺，也是最小的状态了。最大的第1代一定超酷。另一位是天王多闻天王，一旁有个俗称大佛鼻孔的柱洞，传说只要能钻过去就能事事顺遂。顺着动线绕了一圈，在出口前有纪念品贩售，看上了脚踏车、机车用护身符。前往下个景点。离开时经过南大门，发现里面有2位人王像。接下来慢慢地散步到春日大社，还有900公尺，有一小段距离，懒得走也有公车可以搭。因为一路上也有不少枫红美景，走路也不无聊。越接近春日大社，就会发现路边越来越多石灯笼。春日大社在1998年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些长夜灯。据说境内石灯笼与吊灯笼总和一共有3000多盏。自春日大社创建1100年来，朱红柱子、白墙以及天然扁柏制成的屋顶，一直是它不变的样貌。跟一般拥有1000年历史的古寺庙对比，这里整体都特别的新颖与完善。其原因在于它每隔20年翻新一次社殿，这个是年照替的制度，让春日大社可以延绵不绝地传承下来，使我们得以看到如此完整的古老寺院。还有这里的枫叶也十分漂亮哟。从侧门可以绕一圈回到入口处。接下来我们离开奈良，搭车往京都，目标是福建道和大社，来去看著名的千鸟居。在福建道和站下车，这是个无人车站，直接从月台就可以出站。月台出来后，一旁就是个平交道，这里可以近距离拍摄电车。这里算是京都的1级观光区，所以游客也超级多的。从侧边进来，两旁有小吃摊，几年前来就是这样了，所以应该算是固定的活动了，蛮有祭典的感觉的。再往前走是福建道和大社的正门口，这里也是日本中学生的热门毕业旅行与校外教学的地点，几乎每次来这里都会遇到成群的学生呢。趁天还没黑，来去看千鸟居。
进来后，沿着台阶一直往上，即可抵达千鸟居的入口。You're always mine. Ooh, you're always mine. Ooh, I hold my breath.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真的觉得超震撼的。绵延不绝的鸟居，仿佛一直走下去，会穿过结界，到达异世界似的。Always yours, and you're always mine. Ooh. 接下来有一段是单向通行，而且更为密集的小型鸟居。这一区真心觉得特别的美。Sometimes love is brief. Sometimes love takes time. 看地图会发现只走了一小段，整个千鸟居是环绕稻荷山一圈的，整趟走完大概要花2到3个小时。继续再往前走一段路到雄鹰社前，可以抄近路到出口。You're always mine. Ooh, you're always mine. Ooh, I hold my breath, no give and take. 从这边可以抄近路回到主殿处。 The giving ground, no back and forth. I promise you I'm always yours, and you're always mine. Ooh. 从捷径下山，一下子就会回到千鸟居的入口处了。天色渐渐变暗后，神社会开始夜间的点灯。来去看一下福建道和大社的纪念品。这个对壶很可爱，看起来真的是很适合当旅游纪念的小东西，一看就知道我来过道和神社。点灯后的福建道和大社很漂亮哦，从正门重新逛一圈。本殿的台阶上有光雕投影，有好几组不同的画面轮播，蛮特别的。
日本人对古迹的保存与景点的营造真的很厉害。这些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经过现代的规划与改良，完全变成丰富的旅游资产。秋天的京都真的是很适合漫游的季节呢，处处是美景与美食，且天气又凉爽。今天分享到这里，准备离开回饭店啦。